渐渐的，像你的阳光软软的，像你的云朵是粉色的，咬一口甜甜的。爱上你就像你当遇上阳光融化弥漫，再冷的冬天也会感到温暖。爱上你从今天起都只想要你陪伴，甜蜜的小心机都被你看穿，怎么办？别碰！没事吧？没事。把花摘下来，收好。是。刚才多有冒犯。这画究竟有什么古怪？为何你们人人都惧怕它？这画中有鬼，轻易不可直视，定是这幅画杀了老爷。听闻最近府上家宅不宁啊？这件事情还得从老爷得到这幅画开始说起。那日，老爷得到一幅奇画，但人人都说这画中藏有女鬼，凶险万分。可老爷不甘心，说这画中有大神通，便请了一位游方术士来为他驱邪做法。术士收了钱之后，大做法事，说这女鬼已经驱散，万无一失。老爷被他哄得非常开心。从此之后，老爷爱极了这幅画，便听了那术士说的，供奉3日后，便迫不及待地打开。从此之后，府上就多有诡异之事发生。子不语怪力乱神。依本官看，那江湖术士不过是借鬼祟之说骗取点钱财罢了。既是为财而来，又为何杀人呢？林清秋，你不拆我台会死吗？陆大人，你不说话会死吗？你是女鬼。小九，不得无礼。府中的下人缺乏管教，还望大人们海涵。无妨。你看到什么，尽管说出来。这幅画刚拿到的时候，是我替老爷收起来的。这晚上起来，我偷偷看了一眼，确实发现一个漂亮的女子从画里走了出来。这一摸，人又没了。朱小娘，你说这老爷会不会是入了魔呀？自从老爷得到这幅画以来，府里确实处处透着古怪。没错没错，这每到晚上的时候，老爷的房间里总是发出奇怪的笑声。如此说来，原因都是因为这幅画。这画中有鬼，不可轻易打开。这是本官拿到的证物，不可能给不相干的人看。陆大人，小心你晚上打开这幅画的时候，这画中女子正向你款款走来呢。你，林清秋，我忍你很久了。我只是担心你。珠儿所知一切，都已据实向2位大人禀告，还求2位大人一定要设法还府上一个清净。本官快快请起。本官一定竭尽全力查明真相。多谢大人。
林大瘟神，我的案子你也掺和完了，该快马加鞭的离我远点了吧？陆大人，打算从何查起啊？钱掌柜烧得跟个焦炭似的，我得先让我的仵作验了尸再说。此案绝非谋财害命那么简单，凶手一定另有图谋。哦，如此自信满满，想必是已经有了什么线索。线索嘛，还是得查。这里是京城，不是你的治下，你无权查。陆大人，敢打赌吗？没钱不赌。陆大人这是不敢赌，这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吗？赌就赌，谁怕谁？要赌就赌大的。陆大人，你可别冲动啊！我们青丘向来逢赌必赢，从无败绩的。那是因为他没碰见我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赌一赌，看谁先结案。你要是赢了，我便主动辞官；反之，你要是输了，我只要一枚卷宗户的通行令即可。这可赌得太大了，陆大人他可输不起啊！谁说我输不起？赌就赌，那我就授权你协助办案。我如果输了，不仅将令牌给你，还主动辞官还乡，从此不再入仕途。林青丘，你就等着辞官之后，继续做回你的纨绔子弟吧。哼，到时候满城百姓都会崇拜我，我再大发慈悲饶了你。不错，不错。我这就让我的仵作去义庄验尸，你给我等着。不必了，我的人已经在那儿了。你什么时候去的？茵茵她住在那儿。走吧，陆。哎，早就听闻宫小姐大名，想不到今日竟有幸能与您一起查案验尸。唉，客气，客气。哇，这人皮都能直接剥下来，这得焦到什么地步啊？不，死者身上并非肉体粘连，而是衣服。衣服？不错，死者身上穿了很多衣服，很多很多。不对啊，这都早已过数九寒天，怎么会穿这么多衣服啊？这是何物啊？这大火焚烟，必是烟尘。这烟尘吸入口鼻，人不烧死，也会窒息而亡。不对，质地不同。你看这些黑色烟尘，里面混着一些蓝色粉末，这从之前烧焦的尸体中从未见过。那能验出来是什么吗？这些蓝色粉末已经被黑色烟尘污染，无法从中分离检验。啊，对了，茵茵，陆姑娘怎么没来义庄啊？她不是说她要多看你验尸，方便写话本子吗？洛儿今天在前府把腰扭伤了，不方便出门。哎呀，你轻点，别这，疼，疼！别动。我都说了，让茵茵给我正骨。茵茵向来只爱摆弄尸体。你说，钱掌柜死的蹊跷，茵茵的尸体验得怎么样了？你呀，就好好休养就行了，其他的事儿
就别操心了。那可不行，我还得去街面上转一转。既然来了京城，我得开一家新的书社才是。我南一先生可不能让我京城的书迷失望。疼！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啊，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看看，想学一学。下去。是。大人加油！你推我干嘛？不应该完成没完成的事儿吗？林清秋，你文府婚约的事情解决了吗？你是流氓吗？下去。还在这儿干嘛？我要睡觉了。这钱掌柜富得显山露水，膝下又无儿无女，被人盯上，倒也正常。这场赌局由大人您做主，现如今京兆尹大人不在，您就更得先于林清秋破案，方能体现您的能力啊！这儿的人都为您马首是瞻，他林清秋要是想先您一步破案，那也得有人帮他查案，您说是不是？明日就通告京兆府上下，翻遍京城也要把那个江湖术士给我找出来。是，在我的地盘上，我就不信他林清秋查的能比我快。少做些无用功。那江湖术士，若是故意接近钱掌柜，那身份一定作假，而行踪也早已抹去。谁让你进来的？还有，谁让你偷听本大人说话的？碰巧路过，好言提醒。我怕我会赢得太轻易，这样会觉得无趣。跟你这种人打赌，就应该再加上一条：输的人永远闭嘴。好啊，反正现在输赢未定，你大可随时加大赌注，我奉陪到底。好。你我查案互不干扰，输的人还要游街示众，你敢吗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等你游街那天，我一定要开坛好酒，好好庆祝一下。你又怎么知道那游街的人一定不是你呢？放肆！
钱一杯？5文钱一杯。那我给10文吧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姑娘，我这儿有时下最火的南一先生的画本子，要不要来一本啊？看来是时候在京城开一家陆苑分店了。不错，陆姑娘。二位今天找我过来，一定是憋了一肚子话想说吧？没关系，敞开了说。举止不端，谈吐粗鄙，没有一样上得了台面。云溪，文小姐倒是如传闻中所言一样，气度端庄啊。陆姑娘谬赞了，我虽是相府嫡女，更是以后安定王府的当家主母，但我向来对你们这些平民百姓宽厚，你不必觉得惶恐。惶恐？我为何惶恐？因为我今天是来考察你的，看你值不值得被他喜欢。若是呢，你便要成全我们二人吗？自然。文小姐如此气度，倒是让我肃然起敬啊。倒也不必，不如你来做我的贴身丫鬟，待我与他大婚之后，我可以允许你做他的通房丫头。若他日后对你的感情还未消散，那我便做主，将你正式纳为妾。哼，你还挺包容啊。自然，爱玩是男人的天性，哪个豪门公子哥没有3、5个通房丫头、小妾，甚至是外面的红颜知己？我听闻有些名门正妻因为嫉妒，1哭2闹3上吊，所谓出嫁从夫，实是有些不成体统。正妻就应该有正妻的大度和体面。停！哎呀，你在做什么？有趣有趣，实在是有趣。文小姐，如此不要脸的话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我要写下来，赶紧记在话本子里。你说我什么？我说你不要脸，把那些为爱痴狂的女子说成傻子，却对那些背弃海誓山盟的烂人宽厚仁慈。我看呐，你不该是相府的千金，你该是宜春院的老板娘才是啊！我撕烂你的嘴！云溪，不得无礼。宜春院是什么？宜春院就是那种的地方。果然是养在深闺、不知俗事的相府千金呐。陆姑娘，看来你是做不得我的大丫鬟了。你说话不得体。好家伙，文小姐，我都这样骂你了，你却只能说出不得体3个字来。你若真想与他在一起，我有义务教导你这些纲常伦理。你不必觉得惶恐，也不必觉得忐忑，把你那些卑微的小心思都收起来，好好学习应该如何伺候夫君。算了，文小姐，林清秋他不喜欢你，如此看来，你也根本不喜欢他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儿女情长不过是话本子里写的罢了。所谓喜欢并不重要。
文小姐，我真心的祝愿你能来一场奇妙的邂逅，要多狗血有多狗血，最好是能从天上直接掉下来个夫君砸进你怀里。你不用这样看着我，等哪一天你遇到了心动之人，你就明白我今日在说什么了。陆姑娘，我实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不过未来的安定王妃只能是我。文小姐，待我和林清秋大婚那日，你可不要哭鼻子啊，要时刻保持文府千金的尊贵和优雅哦。你试过9次挣脱，双手不再紧握，就算重返寂寞，不像是爱过。记忆不再更新，停止你的消息，选择忘记，全是故意。试过接受蹉跎，假装比你洒脱，干脆闭上眼睛，不看那个我，直到快分不清，爱你是真是戏，骗过了时间，骗不过自己。我想我会明白，不会再去依赖，只能在记忆里去画爱我的一个你。这离别太儿戏，道别的每一句，对爱懦弱的那个人不是我，是你。接受蹉跎，假装比你洒脱，干脆闭上眼睛，不看那个我，直到快分不清，爱你是真是戏，骗过了时间，骗不过自己。我想我会明白，再去依赖，只能在记忆里去画爱我的一个你。触不到你的爱，该来的都未来，这结局比真相难猜，难猜。会明白，不会再去依赖，只能在记忆里去画爱我的一个你。这离别太儿戏。